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森，欢迎来到 Garden365新西兰生活频道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家里呢都种韭菜，但是却很少有人尝试着种韭黄，因为它看起来很难种，好像需要特殊的环境、特殊的容器。今天呢，我就想和大家一起用家里能够找到的最简单的容器来种韭黄。如果您家里也有韭菜的话呢，那就不妨试一试，几天之后就可以收获美味的韭黄了。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遮光的容器。我准备了2个花盆和一个黑色的塑料桶。这个桶呢已经开裂了，本来要扔掉的。我准备用不透明的胶带给它补一下，正好来种韭黄。我呢也曾经见过有人用粗的 PVC 管把它结成一段一段的来种韭黄。种韭黄最好的容器是不透光，并且呢还通气。像一些陶瓷陶罐、陶花盆什么的，由于它通气，种出来的韭黄呢不容易烂尖。不过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呢，找到材料和尺寸都合适的容器并不容易。就像我的这2个花盆，其实它外面也涂了一层釉，透气性并不是很好。不过大家不要灰心，只要我们注意3个要点，也能用普通的遮光容器种出相对满意的韭黄来。我先要用不透光的胶带把这个裂缝给先补上。种韭黄最重要的是不透光，任何一点光都会让我们种的韭黄像韭菜。这个花盆的出水孔我们也要给它堵上。我发现这个装土豆的袋子呢，它的背面是黑色的，那正好能够用上。里面也粘一下，这样会更牢固，塑料袋不会从这个小孔脱落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剪韭菜。我这个小菜筐的角落里呢，我种了一丛韭菜。我们从离开地面1公分左右把它剪掉。我们在剪的时候呢，离开地面一点距离，这样我们在上肥的时候，肥料就不容易碰到切口，这样呢，切口恢复起来就比较快。刚剪完的切口是湿的，有汁液流出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直接把花盆盖上，那样种出来的韭黄呢就容易烂尖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先给韭菜上点肥，然后让它在太阳下晾晒1到2天，让切口能够恢复一下。我用的是羊粪，在韭菜的周围撒1圈，然后混合一下。然后就是浇透水，浇水的时候我也尽量避免浇到切口上，也是为了防止不要发生烂尖。如果是种韭菜呢，就不用顾忌这么多了。由于我有3个花盆，还需要用同样的方法剪一些韭菜。我种的韭菜呢，叶子不是很宽，如果是宽叶的品种，种出来的韭黄会非常漂亮。
而且我非常建议大家，如果想种韭黄，可以特意的种一丛或者两丛比较密的韭菜，不要像我这样一小丛一小丛的。那样的话，一个花盆正好能够罩住。像我这样呢，就会浪费空间，而且呢，种出来的韭黄呢，会显得稀稀拉拉的。韭菜长得特别快，2天的时间已经蹿出了2-3公分，而且呢，我检查了一下，切口已经愈合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准备好的花盆给它罩上。这个花盆的尺寸有点大，压住了旁边的豆角。让我们到这边来看得更仔细一些。这2天都是大晴天，伤口已经愈合，已经干了。我这个塑料桶呢，只能罩住这2小丛韭菜，韭菜的数量不够多，所以种出来的韭黄呢会稀稀拉拉的。为了不透光，桶的边缘呢，我们也别忘了要用土覆盖一下。同时，我还留了2小丛在外面，让它们自然生长。通过它们呢，我们可以判断桶里的韭黄的生长速度。10天过去了，这2天下了几场雨，韭菜长得已经和桶差不多高了。桶里的韭黄的生长速度会比韭菜快，一般呢会比韭菜长出5到10公分。那就说明现在我桶里的韭黄呢已经碰到桶顶了。让我们来打开一盆看看，果真，韭黄由于没有足够的生长空间，已经被压得弯曲了。而且韭黄的顶部碰到花盆的底部，也容易出现烂尖。所以要想有效地防止韭黄烂尖，我们不但要等切口愈合之后再盖花盆，而且呢要及时的采摘，不要等它长得太高，碰到了花盆的顶部。我这次种的韭黄呢，就明显采摘晚了，如果能够提前2-3天，那就更好了。第3点，我们种韭黄要注意的就是呢，当我们采摘完韭黄之后，不能直接再盖上花盆，让它继续长韭黄。我们要让它进行光合作用，长1-2茬韭菜，储存了一定的养分之后呢，再种韭黄。韭黄没有韭菜长得粗壮，我这3盆才够吃一顿。所以要想韭黄长得漂亮呢，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宽叶的品种，而且在种植的时候呢，就种得稍微密一点。如果你的家里也种了些韭菜，那么就找一个不透光的容器，尝试着种些韭黄吧。它鲜美的味道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